说到蒙古那达慕大会，你会联想到什么呢？是精彩的摔跤、刺激的赛马比赛、美妙的歌舞表演，还是广阔的草原？蒙古游牧营地可以满足所有的需求哦。蒙古游牧营地呢，位于乌兰巴托西面1小时车程的郊区。营地是由数十个蒙古包所组成的。营地的正前方就是辽阔无边的草原。下午时分，站在草原上，360度的环绕四周，眼里都是无边的绿意。随手一拍，就出现了经典的骏马图，只能以心旷神怡来形容当下的心情了。抵达没多久，令人期待的迷你那达慕大会就要开始了。营地的主人在草原的中央搭起了齐白的帐篷，游客们很快就就座，而且座无虚席呢。首先出场的是年轻女孩们带来的传统歌舞秀，活力四射的表演一下就让气氛热络了起来。接下来呢，是名为博克的蒙古摔跤。摔跤、骑马、射箭被称为蒙古3艺，以前蒙古的男生是全部都要会的哦。所有人看的都是屏气凝神，目不转睛。直到分出胜负，大家就开始欢呼了。获胜者还会发送传统的小点心，只是有点油，也没什么味道啦。不久，获胜的勇士们继续的展开对决。再来看一场比赛吧。最后的胜利者会戴上评审送的帽子，绕着场地转圈庆祝。这时候呢，蓄势待发的马队已经开始热身了。只是仔细一看，都是国中小年纪的小朋友耶。甚至连马鞍他们都没有使用，真的是货真价实的马上民族啊！很快比赛就开始了，看他们熟练的技术实在让人惊叹啊！接下来是射箭比赛，靶子距离其实有好几十公尺，非常非常的远呢。而且他们贴心的开放游客们可以亲自的来体验看看。然而，光看这姿势就知道，其实没那么简单啦。但大家都是迫不及待的想要体验呢。观赏完那达慕，我们期待的去探索今天的住处蒙古包。仔细观察可以看到，这里的蒙古包啊，它其实有垫高去搭建，据说是有防止某些可爱小动物不请自来的效果哦。内部呢，整体相当的宽敞。这里就是蒙古包啦。沿着边缘，它总共放置了3张的单人床，中间有一张大桌子。这当然是比较观光式的蒙古包了。另外呢，还贴心的备上了大家最需要的插座，充电非常重要啊。枕头、抱枕、被子都有。这个浴室呢，则需要去跟大家共用，不过也相当干净啦。另外，室内的光源主要来自于正上方的天窗，而且旁边还有个杆子可以控制它的开关哦。
蒙古夏季的日照较长，晚上8点我们才迎来草原的日落。恰巧看到了一群羊妹妹在旁边漫步吃草，想要跟他们合照，可是呢，他们非常怕生，人一靠近就闪了。8点半左右，远处的夕阳仿佛火光在闪耀，美到令人目不暇接，只能拼命的按快门了。另外呢，度假村里有餐厅，只要先预定，其实就不用担心挨饿了。餐厅一样是蒙古包的样式，只是空间更宽广一点。晚餐的前菜是火龙果搭配鲔鱼沙拉，主食呢则是道地的蒙古食物，有蒸羊肉包、牛肉片、油炸的羊肉饼。整体来说分量相当够，只是呢口味稍微有点油，然后呢水果蔬菜有点少，其实这也是没办法的。隔天早餐则有羊肉粥、面包，还有炒菇热狗等等。柜台上还可以自取鲜奶茶、咖啡、沙棘果汁，其实是吃蛮饱的啦。用完餐，主人家还安排了迎宾节目。这些可爱的动物们不仅可以跟他们拍照，而且呢还开放让游客们可以骑乘上去与他们亲密互动一下。生平第一次看到课本中的牦牛，决定亲身体验一下。牦牛体型不高大，坐上去并不会让我觉得很紧张，只是游客相当的多，所以最后呢，其实可以感受出来他已经有点不耐烦了。我们想要跟他拍合照，他就一直跟我们保持距离，感觉出来非常有个性的。接下来是著名的马头琴演奏。注意到琴的顶端都是设计成马头的形状吗？而且呢，这首曲子据说就是模拟马儿奔驰的声音，非常的具有大漠风情。还有精湛的马术表演。当场真是惊呼连连呢。另外还有作为插曲的羊羊脱毛秀，我们恰好录到了羊羊束手无策的哀鸣声，觉得非常的可爱。一旁还有寻鹰能够近距离的接触，而且虽然语言不通，透过比手画脚也能感受到寻鹰人的热情。他招呼我去体验传统的服饰，而且为了安全起见呢，他就会让老鹰戴着眼罩靠近你，所以不会到太可怕啦。看完一连串表演，我们准备动身前往哈拉河陵了。遥望着广阔的草原与无垠的天空，越能感受到人类的渺小。在有限的生命中，能亲身的踏上蒙古草原，这一趟实在是太值得了。